成婚5年，我无意间在医馆撞见宠我入骨的夫君开了2剂药，一剂安胎药，一剂堕胎药。哼，去煮药。王爷，您为了芸娘的孩子能继承侯位，连王妃的孩子都能狠心舍弃，为何不早日纳他过门？闭嘴！去多备些养身子的补药。王妃要是因流产落下病根，我饶不了你们。此事万不可让王妃知道，若是谁落了口风，我就拔了他的舌头。原来口口声声只要我的夫君，早已和他人纠缠不清。既如此，我便修书一封与他和离，从此相忘，永世不复见。他的眼睛真的是天生的吗？瞧瞧，这就是摄政王妃，王爷都快将她宠成眼珠子了。不仅许诺她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更是耗费半数身家为她造了一座堪比皇宫的金屋。这世间恐怕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夫婿了吧？往日我听到这种话，总是忍不住骄傲地抬起头，无比庆幸自己嫁了这么好郎君。可今日，我想起刚刚在医馆看见的那一幕，只觉得每个字眼都像一把锋利的刀扎进我心里。视我如命的夫君，早已背着我和其他女人有染，而我不过是这侯府的一个摆设，甚至还孕育了孩子。快去请太医！太子殿下，娘娘腹中的孩子没了。全传，我刚听丫鬟说你去了医馆，我今日刚好在那儿办事，你可曾见到我？走到半路便被热闹的集市吸引了去，大概是看杂技有些激动了。都怀孕了还那么贪玩，你知道我看见你晕倒有多心急吗？婉婉，这是太医开的安胎药，赶紧趁热喝了吧。怎么突然哭了？夫君，这药闻着太苦了，我不想喝，可以吗？怎么这么大了还怕苦？乖转转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孩子，还不好喝药养胎？来，夫君配着蜜饯为你。成婚5年，他最是了解我，知道一提孩子，我便没法拒绝。可是萧何，你当真这么心狠？明知我有多想要个孩子，却亲手喝渡我所有的希望，只为给你和芸娘的孩子让路吗？其实他不必如此大费周章，只要把芸娘带到我面前，我自会给他俩腾位置。仿佛有什么最珍贵的东西从指尖永远溜走了，只觉得心口骤然一沉，寒意彻骨。王妃身子本就虚弱，流产了2次后，只怕终生再难有孕。婉婉，孩子，你若是实在想要，等过段时间我让人从外头抱一个回来，就当是我们亲生的。如此深情的夫君，若不是亲眼见到那一幕，我恐怕永远都不会怀疑他。我累了，早点睡吧。我看着他的脸，
只觉得陌生，脑海里浮现过去他对我的种种疼爱。原来那些情深似海都只是谎言。那几件小袄是我在知道怀孕后激动的连夜织的，还有拨浪鼓也是我找师傅专程学着亲手做的。看着他们一点点被火蛇吞噬，我心痛的几乎要喘不上气。婉婉，别太难过。我听说大昭寺的高僧法力高强，特地请了他给孩子超度。王爷，有人求见。有什么事？我不是说过今日要陪婉婉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婉婉，我突然想到，陛下确实吩咐了我些要紧事，你先去找妙法大师，我很快处理完过来。虽然穿着宽大的男子圆袍，但那盈盈一握的腰肢和白嫩的肌肤，不是他养在外面的那位芸娘还能是谁？既是陛下有要紧事找你，你就赶快去吧，不必急着回来。萧恒从前从没因公事奢气过我，他宁可晚上通宵点灯写奏折，也坚持要陪我。他总是说和我在一起的时刻很珍贵，如今却为另一个女子轻而易举地抛下我。你疯了！我说过，敢出现在婉婉面前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警告过你，离她远一点。王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昨夜梦到肚子里的孩子出事，心里担忧，这才着急想见你。只是个梦罢了，不必当真。可是人家好害怕，王爷，你就陪陪我一天吧。我答应婉婉要陪她一起去寺里，她刚流产，正是身心最脆弱的时候，我必须陪在她身边。王爷，你不是一直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说说话吗？正好现在没人。萧恒，你总是这样，惯会惹我失控。看着他梦浪的模样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那一向对我温柔体贴、恪守分寸的夫君。他递给大师那把金锁，正是前些日子我见他晚上通宵刻的。那时看着他温柔的脸庞，我欢喜的以为他同我一样深爱着这个孩子。可是直至今日，我才看清那底下刻着的，原来是个云字，原来是个云字。我脑海里全然是那把平安锁。得知我怀孕起，萧恒似乎就一直不太开心。在我激动的给孩子做东西的时候，他始终都是淡淡的看着。可那把他彻夜打的金锁，却让我坚信他是爱着我们的孩子的。原先我还能骗自己，可刚刚那一幕却让我的梦彻底醒了。他从没期待过我们的孩子，所有的爱都偏向了芸娘，甚至亲手扼杀我们的骨肉，只为了将来芸娘的孩子能名正言顺地继承侯位。我看着房中琳琅满目的珍宝，都是他从各处花重金搜集来赠予我的，只觉得心中凄苦无处发泄。王妃，外头有人拿着这个东西求见。是刚刚跑得太仓促，遗失在大昭寺旁的发笞，进门求见的，也正是那位芸娘。王妃，刚刚在巷子里，你都看到了吧？我和王爷相识已久，是在2年前的冬月15。过去了那么久，他心里还是有我的位置。
2年前的冬月15，正是我第一次失去腹中孩儿的日子。那时我因痛苦彻夜难眠，他却还有心思在外与人纠缠。你熟睡以后，王爷常与我在这府中各处相伴，甚至有一次，我们就在你的寝殿里。那时他温柔的模样，你不曾见过吧？婉婉，我真的很同情你，你什么都有了，可还是不满足。现在好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他若是真爱你，怎么会这般对你呢？你不知道，他对我肚子里的孩子可紧张了，日日哄着我喝安胎药。我再听不下去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不过是王爷过去的玩物，凭什么要我的孩子认你做母？王爷已经答应5日后要娶我，以他对我的宠爱，你迟早得给我让位。你不想丢脸，就趁早自觉将王妃之位让给我。好啊，这位置我就让给你，还有萧恒，我也不要了，都让给你。转转，对不起，是我失约了，你要怎么罚我都行。何必用这种法子折磨自己？你明知道看你难过，我心里更是千百倍的疼。你心里有气，我便跪到你气消为止。好似我不点头，他就真的永远也不会起来。我没生气，只是没想会突然下雨。等过几日，我再陪你去大昭寺一趟。衢州最近在闹灾荒，陛下刚找我就是为了这事，我得准备出发去赈灾了，过5日才会归家。这是夫君，这是我在寺里替你求的平安符，等你赈灾回来才可打开，否则就不灵了。闪闪送我的礼物，我自当珍重。你好好在家等我回来。孩子，以后我们去抱一个回来，也算圆满。萧恒，我们没有以后，更不可能圆满。等到第5日，我早已远赴宿州，离京都108000里。而此时的萧恒正在京都的郊外准备和芸娘完婚，他自然没去衢州，那不过是个借口。但为了做到逼真，他确实和府里断了联系，因此也就不知道王妃遗失的信被送去了衢州。夫妻对拜。王爷，马上礼成了，要去哪儿？此刻他才发觉，虽然只是短短5日没见，但他已经想婉婉想得快疯了。他怎能用谎言蒙骗她，和别的女子拜堂？婉婉，我回来了。可往日会笑着扑向他的妻子，今日却没有回应。王妃人呢？王爷，王妃在你走后就失踪了。是啊，都是我自己造孽。若是不撒谎，卷传怎么会有机会离开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王爷，我们早就派人加急送了好多封信去衢州。是
是啊，都是我自己造孽。若是不撒谎，婉婉怎么会有机会离开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。萧恒，我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你若是背叛了我们的誓言，我会毫不犹豫的离开，让你永远也找不到我。自己这么爱婉婉，怎么可能还会与别的女人有染？现在我只恨自己没有早日与婉婉说清楚，未曾设想过平日里柔软温顺的妻子，竟也有这般执拗的一面。这是成婚那年我们共取一缕发编成的同心结，如今被他拆散了，只留下我的那一缕。怎么会？是你们！你们把婉婉留给我的东西全藏起来了！王爷，你走后，王妃花了好多时间把东西理出来，烧了个干净。她说这些物件留着只会让人回忆起那些物是人非，既然不爱了，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。王妃从医馆回来那日就开始不对劲，后来还有个女子拿着她的珠钗到府里求见，似乎就是那时起，王妃就开始收拾东西，想离开了。一定是王爷疼惜我，要接我进府了。我无名无分隐忍了2年，等的就是这一日。从今起，我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可以名正言顺的和王爷在一起，再也不用被人嘲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贱妾了。王爷，你是不是觉得在郊外办婚礼委屈了我，才特意把我接到府里来的？其实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芸娘……你来府里找过婉婉？那天真甚至眼角带春，王妃的钗环落了，我特意来还给她。只是这样，你知不知道？婉婉走了。真的吗？其实那日王妃她就问了我很多奇怪的问题，最后她说要成全我和王爷。王爷，王妃走了不是更好吗？今后我们不必再遮遮掩掩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说到底，她凭什么要求你永不纳妾，霸占你一个人？还想清楚了正好，也不白费我那天同她说了那么多。王爷，果然是你！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，永远不许出现在婉婉面前？你竟然还不知死活的跑来挑衅她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王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真对王妃做什么事都没故意识到她自己要走，求求你，我好难受，萧恒，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。王爷，我再也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了，我老老实实生下这个孩子便是。没想到萧恒这么在意徐婉婉，但反正最后总归是我的孩子继承侯位，再隐忍些时日，等孩子大了，我迟早能得到证明。怀着这一丝希望，他哆嗦着向后退了几步，本窃喜的以为萧恒会放过他。是
事到如今，你还敢跟我提孩子？你不会以为凭着这个孩子就能踩到婉婉头上了吧？婉婉既然不喜欢这见不得光的孩子，你以为我还会承认？萧何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婉婉受过的委屈，我会让你一一偿还。把她带下去严加看管，让她在那里思过劳作。我已经允许，不得离开。放开我！命人发布告示，务必要快。谁提供关于王妃的线索，赏1000金。看见萧恒命人张贴的寻人启事，已是半月后。我没想到远在宿州，走投无路，他竟也能将消息这么快传来。萧恒身居高位，养尊处优惯了，我很清楚以他的性格，再次找来必然不会轻易放过我。可我已不想再和他继续做一对怨婿了。好在我一路乔装，随意走的水路，漫无目的的飘，他也猜不到我会往宿州来。继续逃下去不是办法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我和途中遇到的一个同样在躲藏的男子合作，扮作夫妻。说到这个叫顾凌渊的怪人，我们倒是有些缘分。第一次他被人追着躲到我的房中，留了几锭金子做补偿就走了。我以为不会再见。官爷，这是我娘子，染了风寒，见谅见谅。没想到在宿州，幸得他突然出现，说我是他的娘子染了风寒，这才躲过一劫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我们一拍即合，干脆就伪装成一对普通农家夫妻，找了个偏僻的村子住着。他不问我的前尘，我也不关心他的往事，就这么相安无事的相处了1年。偶然得知近几日是他的生辰，便想着到镇上给他买些礼物。我原以为萧恒这时应和芸娘还有他们的孩子在一起，应该也放弃找我了，便没有那么警惕。不明白他为什么明明没那么爱我，却还不肯放弃找我。摄政王的马车来了！他完全看不出之前意气风发的样子。一向穿戴精致的他，身上披着的竟还是件旧衣，竟是我唯一留给他的衣物。当时因为穿在身上而没有被我烧毁。那些痛苦的往事，我根本不想再去回忆，更没有和他相认的打算。娘子，什么事跑得这么急？这么大人了，总叫人担心。这些年在外以夫妻相称，我早已习惯了他这模样。没什么事儿，回家吧，我给你做长寿面。家里没柴火了，你先回家，我再上山砍点儿。别光顾着说我，夫君，你也小心些。婉婉，你刚刚叫他什么？你和别人成亲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快疯了？要不是我来苏州办事，刚好在街上认出你的背影，你还要藏到什么时候？我已嫁为人妇，王爷此时也应娶了芸娘吧。你们还有了孩子，事已至此，还请王爷自重，从前种种便忘掉吧。婉婉，你还在记恨我吗？那个姓云的女人，还有她腹中的孩子，你走后我就让他们永远离开了。
我狠心打掉我们的孩子，是因为你第一次怀孕那日，太医就来诊过脉，你体质虚弱特殊，生产容易出事，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保住小的。我不想为个孩子失去你，又怕你知道真相痛苦自责，便只能瞒着你，偷偷给你下药。母亲知道后，不愿我将后位传承与没有血脉的孩子，不许我去抱一个回来，便偷偷给我下了药，将芸娘送进了我房里。冉冉，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留着芸娘只是想等她生完孩子便将她送走的，没想到伤到了你。你给我个机会，我们回去吧。孩子我不要了，这后位留给谁都无妨，我只想要你。我没想到事实会是这样，一瞬间有些沉默，不知该作何反应。但我心里很清楚，不管背后是什么原因，我当时痛得真切，今生再也不可能和萧恒和好如初了。他明知我会不开心，还瞒着我做这一切时，就应该想到我们会有分道扬镳的这一日。这是我娘子，摄政王请自重。你想死？这是我的妻。婉婉，是不是杀了他，我们就能一起回家了？都是他缠着你不放，对不对？你竟为了他挡箭，你知不知道你身边的是何人？他才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！他是陛下的私生子，我就是为了找他一路往宿州来的。陛下要接他回去继位，这些他可曾告诉过你？我来不及消化，只觉整个人都懵懵的，没想到他有那么大的来头。脑海中嗡的一声长鸣。婉婉，这些等回去再说。我知道你不想跟他走，我们先回家。婉婉，那何离说我没钱？你是我的妻，我不可能让一个处心积虑的骗子带走你。好眼！也是全的象兵。你走吧，王爷。他没有骗过我。其实我早就发现他身份不同寻常了，可屋里多出来的好东西，没有哪件是给他自己用的。明明自己伤重的时候，吭都不吭一声，却冒着风险出去找名医给我看病。顾凌渊对我的好，我一直都看在眼里，也很清楚。好多次，他迟疑的想开口跟我解释，只是被我打断了。他没有骗过我，只是我不曾问，不想知道，他也就顺着我的心意没说。这些年他无声的付出，其实早已融化我的心了。正是因为我期待着和他平静的生活下去，才不敢开口问他的来历。我们在一起5年过，你知道的，下意识的反应骗不了人。我已经彻底忘记你，爱上他了。不管过去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和芸娘纠缠，那种伤痛的滋味，只要看到你我就会想起，我永远不想再回忆。萧何，你最了解我的倔强，我不会再跟你回去了。你若是强迫我，我宁为自由死。你怎么可能爱上别人？婉婉，你不过是心里还对我有气，你恨我和芸娘纠缠，那就更不应该和他在一起。他可是陛下最喜爱的儿子，虽为私生子，却3番2次要他回去继位。他一回去便是太子，你也清楚，身居高位的哪个不是3妻4妾？更何况你不孕不育，诞不下龙种，你觉得陛下会允你和他在一起吗？哼，这就不劳王爷费心了。我本就潇洒惯了，才东躲先藏，不想回去。现在有了婉婉，我更不可能回京继位了。烦请你回去告诉陛下，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，以后我就是个普通百姓。娘子，回去给我做长寿面吧，我等不及了。你真想清楚了，这位置可是好多人挤破脑袋都想抢的，而且我……婉传，莫要再提旁的，我心意早已决，此生为你而已。萧恒看着温馨的一幕，绝望的明白一切都晚了。何曾几时，
他也拥有过这样普通又幸福的时候，可都被他自己一时糊涂亲手毁掉了。他永远的失去了挚爱的妻子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他，只是偶尔从其他人口中听到，曾经风光的摄政王竟然因为死了妻子患上了癔症，活生生头痛而死。他下葬时穿着的还是妻子亲手给他做的那件衣裳。